讲到那个 H100，我刚一查，报价就3万美金起跳，新一代的这个 V200是5万美金起跳，而且单片晶片无法运作，你买一个最简单的 server 要8片，好，8片乘一个 server 要50万美金啊。那你买这些晶片硬体之后还不够，还有一个 data center 资料中心，包含电力、巨量的一个冷却系统。中国贵州那边就有3栋来当 data center， 主要是省电哈，还有网络流量。还有这个新建设施，所以这个资料中心很花钱，人才的研发、培育、挖角又要花钱。但是钱花下去之后呢，现在的 ChatGPT 1个月才给你收20美金嘛，我费选了才收200美金，纵使有钱赚，也是杯水车薪。AI 如果是未来的趋势的话，当然现在大家一窝蜂的投资，还是必须要注意到风险啊，特别是债市最近有一些端倪啊。美国银行这个首席策略师啊，他就指出。他说 ，AI 巨头呢，在这一年啊，拼命的发债啊，包括刚刚我们点到的几个哈，像 Meta 啦、甲骨文啦，甚至是云端巨头等等，都在借钱。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呢，如果说 AI 这么赚钱的话，为什么大家还要疯狂的来借贷啊？尤其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数据啊，甲骨文的债务股本比，居然是高达500%。那市场也惊爆出呢，像是 Meta、Google 跟微软呢，都在延长设备折旧的年限。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达到美化财报跟获利数字的目标。所以股价高，获利又被垫高。那刚刚提到说，虽然有现金流，可是呢，现金流到底真实的数字、真实的状况是如何？哈，大家才会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素去考量到说，会不会有可能泡沫化呢？现在这还是一个问号，就是既然它是一个趋势，既然大家都要投资，可是为什么 AI 的泡沫现在大家讨论就是从债市端呢来看，有没有可能会引爆的危机？这部分庄老师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 Oracle 的债务股本高达500%，就相当于这个营运的债务是股东权益的整整5倍，听起来吓死人哈！一般企业应该早就垮了哈。那 AI 很花钱，我打个比方，就好比说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歌剧院里面上演音乐剧，那观众满坑满谷拍手叫好，就歌剧院老板抱怨说会赔钱，会倒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 AI 啊很花钱，第一个花在硬体设备方面 ，NVIDIA 的这个晶片啊单体啊，我们讲到那个 H100。我刚一查，报价就3万美金起跳，新一代的这个 V200是5万美金起跳，而且单片晶片无法运作，你买一个最简单的 server 要8片，好，8片乘一个 server 要50万美金啊。那你买这些晶片硬体之后还不够，还有一个 data center 资料中心，好，给它储放，包含电力，还有巨量的一个冷却系统啊，像那个中国贵州那边就有3栋来当 data center， 主要是省电哈。那具有的一个冷却系统，还有网络流量。还有这个新建设施，所以这个资料中心很花钱。第三个呢，人才的研发、培育、挖角又要花钱。那这钱花下去之后呢，现在的 ChatGPT 1个月才给你收20美金嘛，然后 Pro 的 Professional 才收200美金。那纵使有钱赚，也是杯水车薪，而且还有个时间差，你可能1年后、2年后、3年后才入账。所以第一点有这样问题。第二个呢，债券到期，因为长久以来资讯科技产业习惯去借钱，因为属于低利时代。那你低利借贷，这个债券到期之后，就只好再借更高利息的高轨债券回来抵，又花一笔钱。对，再来就是你有可能要发股利啦，或是要 buy back， 要买回库藏股等等，又要花钱。所以为什么财务报表不好看？就是这样。当然，主任刚刚问到了，这种搞法是不是压住成本，还是掩盖亏损？坦白讲，2个都有。我举例哈，一个 server 就是 GPU server， 它可能15万美金，折旧是3年，每年摊列成本是5万美元。你把它改成5年，每年摊列3万美元，1年就省了2万美元，财报就好看。对，就好看的。事实上呢，这个都无助于掩盖了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研破状况。那刚刚大使也提到嘛，有没有可能 AI 走在人类需求之前？有可能，因为产业的发展已经走在人类需求之前。那如果未来没有进一步的这个需求达成，投资下去那些就血本无归。对，更可怕的是呢，这个美国方面也有学者呼吁啊，要暂停开发 Super AI， 因为它已经超越人类可以驾驭的范围。如果在缺乏全民共识跟足够伦理规范，可以安心使用之前，还要暂停研发，我想这都是对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严格考验。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说供需的问题啊？是说我做了这么多这个投资，这么大量的投资，但是未来的需求到底有多少？哈，这个。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制造的人，他当然希望他要去创造那个需求量出来。那当然，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最近
在市场上面，大家也说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哈，就是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他就直接警告，他说 AI 革命需要政府补贴，否则是撑不下去的。这番话让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说这是不是代表着 AI 商业模式还没有办法自给自足啊？MIT 这个最新研究更指出，95%的这个全球 AI 企业的投资现在是零回报。哇，95%是非常高的。好，更可怕的一种叫做衔尾蛇资本模式啊。这个模式呢，其实就是晶片大厂投资云端公司，云端公司在保证采购晶片 ，AI 公司再回头买云端服务。啊，这个衔尾蛇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找这个图，就是呢。它会自己吞噬它自己的尾巴，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循环啊。这也是大家最近常常听到一个，就是永生啊，就是我可以一直不断的去循环，但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会不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Russ 你怎么看呢？因为95%的 AI 专案现在根据目前的数据是都没有赚钱，然后 OpenAI 今年亏损高达70%的营收哈，所以泡沫化的问题，因为大家就会联想到刚刚讲08年的 .com 的那时候的泡沫。最后生存下来当然有，可是你怎么看？泡沫化不能排除，因为我们过去有经验啊。目前我们不知道以后AI 的功能对不管是对企业界、政府部门或我们个人的消费者会有什么样的真正的影响，或者我们需要买多少的服务。那尤其是我们个人的 individual 的个人消费者，当然有很多 individuals 已经开始使用 AI， 尤其是如果想在社交媒体做影片啊，那很多人已经买 AI 的package 来做影片了。企业界也开始使用，不管是在客户方面或做什么。市场预测等等，那很多大企业已经开始买 AI 的服务，但是真正的用途就跟25年前那个时候网络一样，我们不知道以后5年以后、10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用途。这个目前真的是一个大问题。说它未来的应用，对不对？对，应用的范围跟领域。对，但是相关企业还是会继续投资了，即使有泡沫化。部分 AI 公司退场，未来还是继续会存在，而且会有它的成长，跟网络一模一样。网络泡沫化的时候，那过几年就有 Facebook、Amazon、Google、YouTube 等等一些很成功的网络企业出来。对，那 AI 也会一样，就是很难预测。但是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目前知道一件事情，川普总统不希望在他执政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泡沫化的情况。所以 Sam Altman OpenAI 执行长这样公开说，我们需要补贴。我相信川普也有听到，他是讲给川普听的。是的，所以将来几年不排除美国国会，尤其是如果是在共和党的两院在共和党的手上，那补贴可能会到位了。而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也相信中国政府习近平等等也不希望在中国境内 AI 会泡沫化。所以他们也会提供补贴。我刚刚特别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那个衔尾蛇那样的一个那个循环哈，就是最担心的就是资金断裂的问题。那你刚刚提到了，解方就是政府补贴，是这样吗？是，其他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们已经看，不管是美国或者中国、欧洲、日本等等，他们对科技业做政府的补贴投资，对，已经是普遍化了。所以好。所以回到那个资金断裂的，就是要不发生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话，那只能够政府出手了。我们说中美两强的竞争，未来 AI 尤其是科技方面啊，绝对是重中之重。所以全球都在疯 AI， 但是会不会疯过头了？因为这个 AI 是不是有泡沫化的危机？这几天的全球股市啊，上演了一场像 AI 的大逃杀。
辉达市值半个月蒸发了1兆美元，另外像帕兰泰尔还有超微、美超微是全线崩跌。最致命的是45家云端 AI 半导体大厂，平均本益比飙到23倍，但是他们的获利只成长了13%，显示股价的上升跟基本面呈现严重脱节的情况。警讯还不止如此。韩国交易所罕见的对 SK 海力士发布了投资谨慎的提示。另外，新加坡金管局也警告 ，AI 的估值偏高，恐怕会引爆信贷危机。而这个大卖空主角叫 Michael Berry 呢，他居然是放空辉达，那放空刚才说的这个帕兰泰尔。那帕兰泰尔其实它是一家软体跟技术的服务商啊，整个市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很不一样啊，大家都在想说是到底是会获利，还是陷到了一个瓶颈，是不是 AI 开始有泡沫化的危险？好，那么这个讲到了 AI 泡沫化。大使，因为我们曾经在2008年就08年那时候 .com 这个网络泡沫化的危机哈，大家感觉好像会不会是又来一次这样的一个泡沫化？您觉得怎么看？这有不同的说法哈，不过一般的认为就变成就是说，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大的 AI 公司之间哈，彼此互相投资的例子很大，而且金额也很大，比如说像这个 NVIDIA。跟这个 Mega， 然后最大还有这个 OpenAI， 对，还有这个这几个大的厂里面，甲骨文也是，甲骨文 Oracle 他们彼此互相投资有时候都是3000亿、4000亿美金的这种大的投资，那所以就变成好像看起来并不是市场这个有新的资本进来，而是大公司之间相互的怎么样，互相的投资，那好像有这种制造这一种形象，好像这个这些公司都受到大额的投资，那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在进行这个股票的这种股价的操纵，那就变成就是说有一点点信心动摇。所以像 Oracle 本来它就是说它的股价在它宣布应该是 NVIDIA 对它投资了3000亿美金的时候它事实上它当天的股价就涨了30%。可是问题后来的几天就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虽然它有拉起来，可是现在跌回到它在涨价的那个30%，它到回那个水准。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大家要怎么讲？大家要怀疑的就变成说，其实 AI 这个产业是不是这么好？就跟 .com 的产业一样是不是跟它当时这个.com 这个整个 bubble 破的之前？大家认为就是 .com business 好像这个市场远景好得不得了，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兴产业啦，我认为这是一个新兴产业。是，那你可以看到像黄仁勋这些产业的领军者，他们做出来的预测当然是很这个远景非常好那未来可以创造多少利润，市场有多大然后他们要多少投资多少，画一个饼嘛。画一个饼，因为它是高科技的。那也有不同的科学家在场，有不同的意见啦。他说是好，可是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它的应用范围可能也不是在短暂的时间它可以创出这么大的获利，或者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那这个就是说也有这个说法。不过我看最近有一个就是 Goldman Sachs 的一个报告他们认为这个现在的 AI 产业并没有 bubble。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去研究了，他认为就是说由这个 Magnificent Seven，也就是 AI 产业里面领军的7个美国的公司，他去调查他们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所谓的 cash flow 就是说它现金的周转，他发觉还是非常非常的充裕。然后呢，这些公司因为它有很大的现金流。所以他们在进行所谓的自己股票的回购，还有自己股票的这个股利的发送的时候，他说都非常非常的正常，没有任何有这个有 bubble 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个泡沫的迹象。是，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产业还是充满了活力。那当然就外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说。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这几个大公司之间相互的投资，相互的投资，而且金额非常的大。那对这一点有产生怀疑。那至于 AI 产业是不是如他们这些主要的这些
黄仁勋啊，或者几个这些领军人物，他们所描绘出来这么大的愿景啊，可能要打个问号。有人在怀疑，可是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家，还有中国大陆啊，几乎都是全力在投入这个 AI 产业，没错，认为是一个下一阶段这个人类的产业的最主要的领军产业。而且就这个中美两强来讲的话，也是未来在竞争国力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关键，这是一个关键产业。那中国大陆也是大量的资本投进去，所以你要光说美国人说这个产业说那么好，你会怀疑的话，可你看中国大陆好像在作为上跟美国也是一样，全力投入的一个产业。好，回到节目继续来看的是美中两强的争霸，未来主战场仍然就会是在科技这一块。不过呢，现在不只是科技里面的晶片，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 AI 晶片啊。华为先前喊出了，他们说在3年内希望要追上晶片的巨头辉达。不过呢，最近这个国外研究机构Tech Insight 他们最新的一个拆解报告出炉，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他说，他们拆解了华为升腾 910C， 我记得看到的报道是如此说华为顶级 AI 晶片的核心组件，目前仍然高度的依赖台积电、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的技术跟制造。那这个报告呢，似乎也是想透过这个报道呢，浇华为一盆冷水这个报告当然显示是说，华为在核心组件上面确实存在着短板，而且也暗示了华为在架构设计上的自主性可能还有一段路。好，当然华为呢，当然知道短板是存在的，所以他们才喊出3年追赶那所以这个3年是代表说他们预留一个战略的替代期嘛？这3年好好的想办法猛追上。那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陆老师，您觉得华为说在3年内他们希望能够追上 NVIDIA， 就是辉达他们必须先克服哪些难题？对华为来讲，这的确是它的一个战略性目标，而且3年追上是相当具有挑战性。但是9月18号，华为的这个副董事长，也是他的轮值董事长徐志金，就在他的全年接大会里2025里面，他大肆宣传他的这个计划。那他主要是有2个策略，一个就是超节点它的 Super Pod 来设计新一代的 AI 晶片。第二个，他用重级的方式，重级就是不断我一个晶片打不赢你，我用两个打不赢你，我用4个，这样一直的加，所以它可以加到15480个升腾系列的 AI 晶片来共同努力，作为它 AI 算力的基础。因为 AI 算力基础就在这个晶片。那晶片以它目前，它的确是落后辉达只有说它可以做到辉达 NVIDIA H20的部分，它是可以做到，这没有错。但是它还没有办法赶上辉达的这个最先进的 H200、H100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晶片。那它最主要这次的论点是这样子，他觉得说，为什么以前微软有 Microsoft 它可以整个 Windows 系统统治了这个电脑，那 Apple 呢用 iOS 统治了整个的手机？他说，重点是在于这个生态系。他说，我们 AI 要建立一个生态系。那辉达利用它的 CUDA、Blackwell， 它现在建立它的生态系，所以我们怎么打不赢它。那这样子，我这个华为，我就把我的开源放出来，我邀请所有的前后链的供应链一起来加入我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共同来打这个3年之战，让所有有志于想要跟辉达拼的人一起来加入这个战场，来共同跟辉达打一场战。我想他的一个策略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单纯从晶片。如果单纯从晶片，它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出像台积电、三星目前这个晶片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这是它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 ，HBM 超高频的这个记忆体，它到目前也是没有办法做。以中国大陆现有的长芯存储也没有办法做出这个 HBM 这样的一个高速的一个高量的一个记忆体，这都是他需要面对。但是他说我做不到没关系，我就把很多的堆叠起来。他说我可以用一个堆叠，第二个我用网络，我的网络比你强大因为这个讯息还是要透过网络来传输，我用建立更高效的网络来赢你。第三，我还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政策支持，所以他用这3个想要跟辉达打一场3年之战。所以这也是我想继续问一下吴老师，就是说，华为喊出说3年内他们想要急起直追辉达当然这个是凸显出了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说你给我时间，我一定追得上。可是除了时间以外，因为现在
美国联合了其他它可以影响的势力范围，去想办法在技术上要卡住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特别是晶片发展。所以技术上要先克服哪些难题呢？您觉得？补充那个刚刚骆老师讲了，9月18号徐志军讲这个华为的权力界大会，他讲得非常长，我也看了，那个资讯量非常非常大。但是我们除了关注他说了什么那些战略目标之外，还要看他没有说什么。其实没有说什么，就是你刚刚问的非常棒的问题。他到底要靠什么技术路径？他定的是目标嘛？那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种不同技术路径。这个部分他其实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当然也没有必要全部都告诉我们。那我们比较关切就是说，你要能够制造出晶片，你能够设计啊，你能够写软体，能够怎么样设计完，你一定要最后能制造出来。那在你这个背板上面，其实有提到几个重要，他自己现在支援的那些晶圆厂。就真正要把晶片制造出来的，这个晶圆厂很重要。这个晶圆厂不但要制造出这个所谓的晶片啊 ，GPU 或者 AI 晶片，或者你叫 processor whatever，你不管怎么叫它，你要把这个晶片制造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你说长青存储 HBM， 不管是2、21啊，或者是3，一直在迭代嘛，它在未来3年能不能做出来？因为要做出这个所谓的 AI 这么大一个 AI 的 data center， 或者我们把它叫 AI 工厂啊，里面除了有晶片，包括 GPU 跟 CPU 之外，也要有高频存储的这个晶片，这2个都是晶片，要能够制造出来。徐志军这个部分没有讲很清楚，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已经掌握了，有把握了。另外一个呢，每一个这么大的 data center 中间有很多的机柜，有很多的这个刚刚讲重集啊，聚集起来之间要联系，这个联系这一点，那个华为蛮厉害，因为它用电跟光，就我们现在叫细光子或者细光的这种原理啊，能够在中间的传输这个速度跟频宽加得非常快，速度变得非常快，用的不是光电，还要用上光。那这个部分华为其实绝对不比 NVIDIA 差，所以它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跟你单独只比这一个晶片 processor， 也不是只管这个 memory 的晶片，还包括这个重集聚集到以后中间的联系，这是 communication 或者 interconnection， 这个很厉害啊。所以他把这些部分都能够有把握，他才可以讲3年之后我可以追上你。但他没有讲是我更关心到底是哪些晶圆厂能帮他做呢？那这里面到底是不是已经有 DUV 呢 ？DUV 调制到什么程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这个伪做的技术？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观察。那特别要请教您 EUV 的问题啊，包括 DUV 跟 EUV 哈。那可是讲到晶片的部分，其实有一个现象。好，现在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美国现在很头痛的是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晶片啊，他们的市占率现在越来越大，而且呢，最新的研究显示呢，66%的美国产品都在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晶片，这些晶片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成熟晶片。所以呢，中经院的分析师跟预估说，中国大陆成熟制程的晶片制造，渴望在2年内就会取代台湾，成为全球第1的市占率哈。成熟晶片虽然说技术门槛不高，可是呢，像是工业上的啊，汽车、家电啊这些非敏感领域哈，都用到这些成熟晶片啊，制成这些晶片。那中国大陆如果万一掌控了主导权跟话语权，垄断了全球在成熟晶片的供应链的话，那么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先进晶片制裁会不会反过来被钳制住？所以我们先请周老师带我们看哈，成熟晶片在这个中美竞争下，它的重要战略价值是什么？好，这个因为讲到晶片，这个邬老师也是专家，我刚才这个节目之前我也跟他请教了一下哈。这 CSS 的定义把成熟晶片定义成22奈米以上，那邬老师说美国去设定的一个这个底线是14奈米嘛，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就是基本上14奈米，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这个晶片厂没办法制造14奈米以下。好，那不管如何，它是一个就是说已经算是，就是说虽然就算你定的那个奈米的尺寸不同哈，但基本它那个概念就是说，它在这个手机啊，在这个汽车啊，或是说像这个互联网，就叫 Internet of Things 啦，就那这些东西它都是要用成熟晶片，所以绝大多数我们的生活所需的这些晶片是来自成熟晶片，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它会比这些先进制程的影响力还要大？因为它的面向非常广泛。对，第二个，现在讲到就是说，未来美国会不会变成完全高度依赖？刚才这个何荣兄提到了66%，事实上这个数字我看是可以有的讨论的啊，未必真的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制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产能到底有多大？其实专家是没有共识的，哦。那这样当然前2年是说中国大陆大概占全球28%了，我认为这个比例一定很高，而且呢一定是不断还会增加，因为中国大陆它盖工厂速度也很快，
所以它的成熟制程的产能不断扩大，这是事实。问题是大到多大，以及对全世界的影响，对西方国家市场影响多大，这就是一个问号。比如像说很多工厂盖出来，但是它到底能够生产多少片，它的良率如何，这个每一家工厂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本身能不能有一个精准的估算？你现在盖出来的时候，它是设定是说它能够产多少，可是因为这家新的工厂的产能，其他家的工厂可能也会调整，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它真的是不是能够产那么多，以及产出来的良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中国大陆的晶片产能是多大程度满足了它国内的需求，然后以至于它可以外溢到全球，还是说它国内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有的认为说它已经在全球扩散了，就是说全球很多国家都是依赖中国大陆的这个成熟制程、成熟晶片来作为它主要的生产需要。对。但是也有的估计认为它只满足了它国内的不到20%，所以这个估算又千差万别。那因为它本身国内的这个电子产业或其他各方面产能也都很大，也都需要晶片。不是凸显出刚刚吴老师也点到了，就是依赖的问题哈，就是当你这个比例越高的时候呢，未来被它钳制住了怎么办？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是未来就是变成是美中两个大的这个架构，就是说两大就分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个是美国制或者美国盟友制的，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左老师讲那个最近研究，你说66%，也许应该稍微再研究。这个数字是指说送到美国境内的那些电子产品，可能洗衣机啊、微波炉啊，其实通通算进去，里面的成熟制成晶片有66%在中国大陆制造，是指这个意思。因为晶片是一个中间产品，它不是个 final 的 product， 所以说呢是放到很多别的产品里面的晶片。对。那中国大陆这个，所以你回到你刚刚讲外溢啊。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制造全世界各种的 devices， 它放在里面的晶片，它当然会外溢到外面去，是透过这个途径，而不是直接它出口卖到别的国家，你再做这个产品。所以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分析这个数字呢？是吴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啊，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成熟晶片哈，现在高阶制造这一块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被认为说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他们不断研发，因为他们现在这个。DUV 啊，跟 EUV， 特别是 EUV 被卡嘛，所以呢，有一家公司叫宇亮生科技啊，是成立在2022年，在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科技公司，他们最近推出了新款的 DUV 曝光机。那一传出来之后呢，这个虽然说好，它还没有说办法做到 EUV 啦，但是已经被认定说可以支撑到5奈米的制程哈。这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哈，就是说晶片自主化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振奋的一个消息哈。是。那这时候也看到德国蔡司跳出来，他们就说呢 ，DUV 比 EUV 还重要啊。蔡司还说呢，美国的错误制裁让中国大陆成为市场的赢家啊。所以现在在 DUV 的研发突破上面哈，这个您怎么看？就是因为 DUV 是比较，所以 EUV 是更高阶的。目前在 EUV 的研发上，您的了解哈，中国大陆的未来要突破的点是什么？华为在深圳的新凯莱在发展 EUV， 然后华为支持在上海跟上海国资成立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对宇亮生，他在发展 DUV， 而在今年年初这个 DUV 的原型机已经做出来，送到上海的中芯国际去做调试，这个调试可能要，我想至少要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大半年了嘛，所以我想可能至少要1年才能做到你刚刚讲说不定努力一下可以做到5奈米，经过各种 double patterning 的方式，就重复曝光的方式。那如果真的能够运作顺利，可以量产这个机器本身，那就能满足中国现在大概有50座晶圆厂都在盖厂。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去用同样的技术去往7奈米、5奈米，就刚周老师讲所谓的先进制程晶片这个领域去冲，那这个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也能够像刚刚讲的满足中国国内自己的需求，因为光华为的手机就需要非常多的7奈米、5奈米甚至更小、更微缩的晶片，就要从这个角度讲。这是讯息本身。那回到刚刚讲蔡司说 DUV 比 EUV 重要，蔡司那篇文章我当然很早就看了，它是按照全世界的市场来讲，所以如果你美国当初只想控制 EUV 不卖给中国，这好像错了，你应该连 DUV 也要一纸限制，因为 DUV 所产生出来的晶片的总数，虽然它是成熟制程，好像没有那么 critical， 可是它的总数量比较大。结果你把这一片市场，因为你没有限制，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
DUV 的总量从 ASML 买去绝对超过1000台，如果加上其他的什么测量机啊、步进机老的、应该超过1500都有了呢。是。那最近去年前年有大量采购，所以量很大，它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把 DUV 的市场，因为有这么多 DUV 的 ASML 的这些曝光机或者叫光刻机，所以它就占据了这个市场。蔡司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OK。但是我想一开始美国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个产业链真的是比较复杂，这整个供应链比较复杂。我觉得拜登那个时代，他的幕僚其实已经做了很缜密的规划，但大概没有办法看到这么远了。确实，那等到这个现象出现，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对，因为半导体产业确实分工是非常精密跟非常的细，变化很快。对，光是这个 EUV 啊、DUV 哈，其实你会发现说，中国大陆现在要向全球表达一种态度，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卡我，那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也只好自己想办法做出来。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马上来看的就是华为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个为期3年的发展愿景啊，这是在华为全连接大会的场合上面看到华为的副董事长，也是现在的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他在会中就向大家展示了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升级版这个 SuperPOD 设计啊。那 SuperPOD 整合运算、储存、软体还有基础设施管理，在概念上呢，明显是致敬辉达的资料中心平台。说是致敬，其实呢，无非就是对标啊，就是辉达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华为就想办法赶上。好，这场大会的核心亮点呢，也在于另外一个，就是新亮相的 Unified Bus 这个互联协定。理论上呢，能够把多达15488组的升腾 AI 晶片串联起，变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而华为也宣称呢，这项协定资料传输的速度将比辉达即将推出的 NVLink 144还要快上62倍。华尔街知名的投资机构 Bernstein 他们就分析说呢，虽然大陆业者整体效能现在看起来仍然是落后于辉达跟超微的，但是呢，大陆业者近年来不断的在追逐在寻求突破算力瓶颈的解方。像我们现在提到的华为就宣称呢，他们有能力可以把100万颗晶片从极化，来透过这样的方式追上这个跟辉达之间的技术差距。好，那我先请教江老师啊，我们现在提到说 SuperPOD 这个设计，因为这次看到在华为的大会上面有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这个升级版的 SuperPOD， 它的原理是什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其实之前应该是中国被美国制裁，不能去买比较先进的辉达晶片嘛。那其实在中国这几年来一直不断的想要去突破美国的封锁，以前是讲的小院高墙嘛。那一直不断的去试。那我们其实也尝试着去看中国的几间公司它的专利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到，它其实不只是在 AI 的晶片跟 AI 的设计上，它连在制程的设备都有在不断的去做自己的东西出来。那包含之前讲的新凯来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些公司它都是跟辉达都是跟华为有关系的。因为你不可能凭空生出一个半导体晶片，或凭空生出一个什么新的技术。那主要还是要靠怎么样去做它。那怎么样做的状况下，就是要有去设备。那今天这个技术呢，它其实因为刚有提到，它被美国制裁，它不能买比较应该说先进的设备，然后来去做我的先进的半导体晶片，所以我就得用某种程度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来达到我现在所需要的算力。那比如说我从住平层，然后再做到变成住高楼，那让我的资讯的串联速度能够变得很快，来达到现在那个辉达它的需求，那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感觉。然后请说，没事，请说。对，那刚刚我们提到说，现在华为也宣称说他们可以用100万颗晶片，然后用重极化这个技术，然后呢达到的效能其实不输给辉达。是，所以这个重极化又是什么呢？重极化就比如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把它全部连在一起，能够让我里面的资讯能够跑得很顺畅，然后能够沟通得很快。但是这个重极化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今天把它叠高的时候，它的散热怎么办？那我的资料传输的时候，如果假设这100万颗当中有一颗坏掉，它会不会整个都坏掉？那也会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台湾很引以为傲的 CoWoS。
那我就是把很多杂七杂八的系统全部都叠在一颗晶片上。那华为这个其实也是类似 CoWoS 这种感觉啦。那我们讲个比较台湾人可以理解，因为台湾人每一个人都对半导体算是非常的了解啊。好，那如果这个万一一个坏的怎么办？那万一碟坏了，万一粘坏了怎么办？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它的关键在于未来的散热技术。其中有一个是非常关键，就是散热。对，不只是散热，那再来是怎么样它连得比较快，怎么样把它粘得好。对 ，OK， 都是可能未来需要观察的一个方向。好，其实提到了华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华为从2020年。那时候失去了台积电代工合作的机会之后呢，已经有好几次都没有发布新闻稿，然后呢就直接告诉大家他们出价这个就是说上架新的产品那9月18号，刚刚我们提到的华为全连接大会呢，这次呢更是看到规模比照辉达的新品发表会也大肆的宣传。而且呢，刚刚我们提到这位徐直军，他也详细的向外界来介绍华为的公司最新技术，而且呢，很高调的发布了未来整个华为的大战略跟大蓝图。好，那所以大使怎么看？因为当华为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大会，美方也在看，美方当成观众来说，当然他不可能只是当吃瓜的观众他们也看。那包括像是听简报的美国的商务部啦、国务院啦，甚至是白宫，川普也许真的没时间看但是他会底下的这些幕僚会看。美方看到之后，您觉得他们会有相关的什么反应或动作吗？就继续堵那个好像一面墙都在漏水，继续堵。好像就是他继续那个漏水地方把你堵起来，基本上就是要你死，就是这样，就是华为要你死掉。那问题就变成华为也很带种，他跟美国对打的时候，他通常都说：“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告诉你我怎么做，我东西出来我也不藏着掖着，我就高调宣布，老子又突破一点了。”他就是这样子玩啊！你美国对华为今天制裁10年前就开始啊，华为当初那个手机，我当年在那个海外看到华为手机的时候，华为那个整个的它的那个趋势是怎么样？要把苹果都要干掉的。那个手机在那个我起码我在纽西兰看到，哇，那个旗舰店那种开法，那个广告的做法，你已经感到说那个 Apple 的时代结束了。那当时就是美国人就开始把华为就是把你往死里打，连孟晚舟都给你抓起来了。对，所有的实体清单，第一个就是华为，什么都不给你。对，你根本就是被他连他的这个 Android System 他都不给你用，那就要你死啊！那华为就是靠着明着打。那当然就美国商务部来讲，他基本上还是在继续怎么样卡你这个发展的，就是说你致力发展的这个机会嘛。不，前一阵才把这个 HBM 也给它禁掉了，对 HBM 也禁掉了。然后呢？这一部分我觉得还会基本上还会对它的周边的公司比如说啦，今天华为做光刻机的好几个公司，我听说有3个公司它列入实体清单，它去查你不准卖嘛，它不准你卖你所有的这个技术，你的设备就技术把你卡掉，所以美国就是不断的卡你，然后呢把你东西都明着来那现在来讲，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会发觉越来越可能，就是说，在实际上这个长远的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讲，你逼着它做全产业链的发展，对，不但所有的关键这个零组件它自己做，它连设备都得自己做，它本来还不会进军你这个设备，就是半导体的设备，你现在搞不好做连设备，你像他现在搞这个光刻机。没事就给你公布一下，我又搞了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专利，我这个上海电子微电子又怎么样？我的这个哈工大又有什么？他就不断的在这边突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跟国务院跟白宫基本上现在没有改的方向，就是继续堵它，继续堵。看哪里有漏洞就堵它。大使点到一个重点全产业链的发展是被逼出来的所以不管是硬体也好，软体也好，特别讲到软体这个 Android 不给了以后呢，华为自己就做了一个 Harmony OS 鸿蒙的系统那当然这个
接下来在半导体的竞争之后，现在看的就是 AI 的算力啊，尤其人工智能这一块，将来一定是兵家必争之地。阿里巴巴呢，也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号啊，在24号他们宣布要扩大 AI 云端基础设施的投资，说未来3年呢要投入将会有超过今年2月所设定的3800亿人民币的计划，而且呢要发布最新大语言模型 Owen3 Max， 延续年初大陆国产 AI 模型的研发热潮。当然，这个消息呢也带动了他们的 ADR 股价呢猛涨了8.4%，到了176.76美元。好，所以说这个看来啊 ，AI 不但会是中国大陆经济产业成长的引擎哈，也会是 A 股的引擎吗？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聂老师，你的观察？当然，我们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大家都是全民运动嘛，这两者本来就是很互动的。那 AI，我们大家都知道 ，AI 是我们的未来，你懂 AI 就有未来，对不对？AI 很清楚嘛，我们从数字来讲，只要你 AI 推动了整个这个产能的这个结构的变化，然后一直往上推动 ，GDP 一定会成长。然后当然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它实体中呢，当你 AI 的这个实体经济成长之后，当然就会回来让我们的 AI 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资本的支出会更好。而我们现在世界就是需要所有的 AI 的动能，因此呢，这个 image 被所有的在投资股民知道的时候，当然股市就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你说有不同吗？当然它是两个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在 AI 推动之下都会往前推。我们在经济学有个很有趣的东西啊，叫做 economics push， 就经济推动，把这个我们股市也可以推动，房地产也可以推动。现在啊，我觉得全部改了，就叫什么东西？什么 push 呢？就是 AI push。只要 AI 好 ，GDP 会成长，我们股市也会增长。但是股市比较不一样，股市是短波的，有涨有跌啦。这个我们说股民一定是要抓到所谓的好的时机进场才对。我们讲 timing 嘛，就择时很重要。当然现在择股，大家很多人都已经投向了在跟 AI 相关的股票了。美中之间呢，我们知道科技争霸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哈。最新的发展是《金融时报》他们披露说，大陆的网络监管机关呢已经指示了阿里巴巴还有字节跳动这些公司停止购买辉达晶片，而这个型号是 RTX Pro 6000D 哈。黄仁勋还因此呢也对外表示说，他感到非常的失望哈，因为他一直很想这个保住中国大陆的市场。辉达也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这2天大家也是热烈的讨论哈，就是入股 Intel。那跟 Intel 呢展开历史性的合作，出资50亿美元呢。辉达出50亿美元，然后入股 Intel， 取得大约4%的股份。这个消息出来，当然对 Intel 来讲是注入了活水哈，这个股价一度飙涨超过22%。而根据目前双方的协议内容啊，要共同开发多世代，就是 X86 哈 X86 这个 CPU 的产品，然后应用在资料中心跟 PC 产品。黄仁勋也透露，这项合作呢要瞄准的是年产值大约5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其中呢资料中心跟 CPU 的市场大约是250亿美元，笔电的市场哈每年销售是1.5亿台。我要问一个技术问题啊，因为君老师今天在哈，从技术面怎么去看辉达这个入主 Intel？ 好，那其实如果先讲这个，我们必须要先看一个东西，就是既然这里面有好几个名词嘛 ，CPU 是什么东西？CPU 我们一般中文把它翻译成所谓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对。那另外一个叫 GPU 就是我们讲的图形处理器的这个部分。对。那 CPU 我们简单讲就是一般以前我们在电脑运算的这个大脑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 GPU 呢，最早，其实大家回想，辉达以前其实是做影像、做这个游戏晶片的。那后来转型在所谓 AI 这样子的一个晶片上，为什么？因为后来有证明，我用 GPU 用绘图的这个图形处理器的这个晶片来跑所谓 AI 的运算是特别的有效率，速度更快。对，速度更快，特别有效率这个部分。那所以在这一个部分来讲，这个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在这里看到的是辉达还有这个 Intel， 其实还有第3家叫做 AMD。那 AMD 其实这3家来讲，它的恩怨情仇其实是有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讲 Intel 讲 CPU 的时候，我们会讲到 Intel 是这个以前个人电脑时代这个王者。那可是老二是 AMD。那如果讲到这个 GPU 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辉达是老大，那第2名是 AMD。也就是说，在这个 AMD 是 CPU 跟 GPU 都有做，可是，在 Intel 来讲，它
CPU 是强项，对，它的 GPU 很不好。那同样的，这个辉达它 GPU 很强，它想做 CPU， 事实上它也有做 CPU， 所以它在先前的这个 AI 的伺服器的晶片里面，它也有推出它的这个 CPU。但是对于它来讲，毕竟 Intel 在 CPU 的这个发展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上来讲，还是有它的强项。老师，那您评估哈，这次辉达跟 Intel 的合作哈，它未来的成效，您觉得乐观吗？是。那其实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Intel 是 CPU 强，辉达是 GPU 强，那他们两个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叫做 AMD。那所以来讲，这个他今天分别各自把它强的这个部分合在一起。那其实来讲，这是正面的。不过这两天也看到一个分析说，Intel 要特别小心的是它的代工业务啊，一直是它的软肋。是，其实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其实这一次来讲也特别把它强调说，这个他跟辉达的合作其实并不涉及到代工的这个部分，还是会把它这个交由台积电来做这个晶圆代工的制作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 Intel 的代工的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先前的这个它的代工只针对自家 CPU 来做代工。对。那可是呢，这个受限于这个制程能力上来讲，还是输给台积电。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事实上来讲是它的这个软肋没有错。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哈？就是因为其实这两天也讲说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哈？因为台积电主要做代工业务的哈。是。所以你在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包括这次两个巨头，就是黄仁勋，另外一个呢就是 Intel 的这个执行长陈立武啊。陈立武是说呢，台积电一直都是辉达跟 Intel 长期的优秀伙伴哈，我们将会继续跟他们合作。黄仁勋说呢，台积电的制程技术、执行节奏、产能规模、基础设施，还有业务营运的敏捷性，他用了一个字来形容，他说 magic 啊，是充满了魔力的哈，实在令人赞叹。可是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这两巨头的合作，他们背后真正打的算盘是什么？安阳老师。就延续刚才张老师讲的哈，第一个 Intel 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公司啊，它是最早进中国设办的半导体厂的，然后它完全了解怎么在北京跟华盛顿做一个运作啊。那他这次拿了 SoftBank 2个 billion 的钱 ，SoftBank 有 ARM， 那拿美国政府9个 billion 的钱，拿 NVIDIA 5个 billion 的钱，我认为他下一步要去拿 Microsoft， 然后因为 Microsoft 有 Hyperscaler 跟 OpenAI， 那拿了以后基本上就很完整了哈。那陈默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强强联手。那你有 CPU 跟 GPU， 它里面要的是 architecture 跟 ecosystem， 也就是这个半导体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 Intel 有趣的是哈，将来刚才提到有关它的 foundry， 现在是它一个头疼的问题。可是你现在因为有美国政府，你有可能在美国政府鼓励的下头，要求美国 fabless 的公司你必须要踹 Intel 的 foundry， 是，也有可能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监管下，中国的 fabless 不能在台积电，可是可以在 Intel 的 foundry 下单，然后 Intel 的 foundry 也有可能，它可以，就是说 Intel 将来一分为二 ，foundry 跟 fabless， 那 foundry 呢可以去并美积电，可以并 Global Foundry， 那台积电这次是吃了闷亏了，就是说你被勾去到美国，你盖厂时间要多3倍，你的成本要多5倍，在台湾请全国之力，水电无限畅饮，工程师为国争光，去帮台积电做，可你在美国的时候不一样，美国的工程师工时短。这个要求又高，工资又高，那台积电的美国工程师英文也不行，也不知道美国的潜规则，所以学习曲线非常陡峭。而 NVIDIA 是个非常聪明的公司，台积电是把摩尔定律 stretch 到极致，它用2奈米，现在2奈米苹果拿了一半，可是 NVIDIA 根本不急得跟，NVIDIA 不会当白老鼠，所以 NVIDIA 只要在3奈米就好，它只从4奈米到3奈米，而它因为有很强的architecture 跟 ecosystem。所以别人要跟他竞争，必须要跳到2奈米跟他竞争。所以 NVIDIA 成本又低，价格又高，拿3奈米打边2奈米，大赚。对，所以最近有人说 Intel 好像是个洗3温暖一样哈，就是你记得吗？这个陈立武还之前被川普奚落了一顿，好，就他立刻辞职哈。为什么呢？因为在画面当中这位就是美国共和党的一位议员啊，参议员，他曾经就质疑说陈立武呢。跟中国大陆企业的关联，还有呢，包括陈立武前东家就是易华电脑所涉及的一些相关的案件哈，所以当时呢，川普就说，那这样的话，陈立武应该赶快就交出你执行长的职务。可是最近又听到说，陈立武真的是不错，人很好哈，这个继续的带领 Intel。日本吃过亏啊，蔡老师来告诉我们一下，日本的前首相田中角荣啊，曾经就被美国提供的资料被迫下台啊。
这个日本学到的教训，你觉得有哪些值得大家参考？田中角荣这个人的话，跟我们台湾事实上有深切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用2个手板，刚刚的第一个，稍微给各位观众看一下，我们看到1972年跟中华民国断交那个人就是田中角荣，他也去北京跟中华人民国建交，这是田中角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能要看一下，他是首相，他的基本 data， 这个人叫田中角荣，他就是连续2任的一个首相，从1972年到1974年是日本国的一个首相。是，然后他的问题点是在金钱的问题点。那金钱就是因为日本的全日空要买新的飞机嘛，要买新的飞机的话，总是说这个飞机怎么来怎么卖的话，这个就会有牵扯到钱的一个问题。但是田中角荣，因为他个人的一个个性，他的个性就比较海派，他是来自于尼加达那种土财主那地方，他就是有一个日本列岛改造论的一个人，然后把整个日本改造，所以他的思维就是钱嘛。钱嘛就是这样，有钱就能解决问题，他很海派的。这个 K 议员每次到他们东京的住宅就会给钱什么什么，而且他的女儿叫做田中真纪子啊，曾经在众议院有见过他1次啊，就是很凶悍的。但是被搞下来的，被搞下来，就是他对钱真的是蛮客气的，蛮客气就会给钱，所以在1974年他就下台，但是他希望能够再次的上升，他希望跟钱脱离关系，所以在1976年美国搞一个什么洛克希德事件，就是说你的这个全日空啦，有拿钱啊，有拿钱的话，那奇怪，好不容易想贪污是？对啊，想要洗清身份，你又给我搞这个的话，就没有办法上来。连跟他在一起的议员，因为议员嘛叫等那你身境干净一点，然后再跟上去。但是你都是挺他的，那既然挺他的话，你们这些都有问题，所以整卦就下来了。所以田中就结束他的政治生命。所以真的是这个要从教训当中学经验这个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陈立武也得当心现在说你这个好棒棒，然后呢带领着 Intel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Intel 是美国之光但是也得小心，像田中角荣就是一个非常血淋淋的例子。可是最近也看到说，川普这次到英国去访问嘛，特别也带了黄仁勋，还有那个 OpenAI 的 Sam Altman。然后呢，大家就在想的是说，美国的科技战略到底是什么？除了现在的围堵、封锁，它在全球的布局到底怎么看？大使？我觉得基本上他就是基本上都要回到美国去制造，就是制造在美国。制造就好。他这些基本上，尤其这些制造，包括你这些这个像台积电的整个制造，然后先进封装，这些都是很硬体的部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晶片设计上并不落后。你那个 NVIDIA 主要它是做晶片设计对不对？它的晶片都是台积电生产的，它有一部分给三星那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这个 Intel 是不是会得救NVIDIA 给了它50亿美金，对，注入活水感觉，小钱其实是小钱小钱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Intel 的问题今天就是说设计打不过 NVIDIA， 对吧？它快被淘汰，尤其 AI 的晶片它已经被淘汰了。那么制造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跟 TSMC 我们台积电对的，也不能跟三星对干。它在7奈米的时候，它就已经卡住，做不下去了。对，它的 Foundry 是最赔钱的一个单位，所以你要去救它的话，也是很困难。第三个先进封装也不急也不急这个台积电，也不及我们的日月光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今天要救这个公司，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救这个公司？因为它是这所有公司里面血统最纯正的美国公司它是一个纯血美国公司。对，你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话，你不是把台积电台积电再怎么讲，它还没有像台积电到日本盖成日积电，对不对？台积电在日本叫日本，有一种嫡长子跟庶子叫 JSMC 概念台积电到日本已经不叫 TSMC 了，台积电到美国还叫 TSMC。T 是代表什么 ？T 是代表台湾对，日本人比较做的彻底，说你给我改名到 JSMC 可是它还是台湾的。那你今天台积电去了，你川普你可以说制造业，我们把我们美国制造业回来，对不起，你是抢回来的，对不对？另外一方面，你要把日月光这些抢去的话。对，你也是我们台湾的，没错。所以你要川普来讲的话，他这个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他当时对于我们这个陈立武先生我总是觉得他觉得是面孔不对，不是那个
纯学美国人，华人面孔。哎，对他会觉得一开始他在的那个 Truth Social 对陈立武那种羞辱，是前所未见的，他要他立刻下台的。那陈立武当然就变成就是说他有他的办法，还有很多人去劝他，你能够就 Intel， 你不要从民族主义角度去看，哎，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今天这一次这个Intel 获得50亿美金，他再从美国政府拿65亿，拿100亿美金啊，大概没差，可能也没有这么困难。这是公司的文化，对，这是公司的领导还有技术发展的一个程度啊，不是那么快能够赶上来的。对，所以我觉得川普是用什么？用民族主义，用政治目标来提升一个过去美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头面的公司。纯学美国的 Intel， 代表美国在这个芯片业的一枝独秀的，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实力了。没错，你硬是把它提上来我不认为政治力能够解决政治的力量能够解决一个工业一个工厂的竞争力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川普或者是说美国，其实他最想做的当然就是在台湾这边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呢，比照办理一套就直接在美国复制但是很大的问题是，台湾的聚落跟美国那个地方，幅员广大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如果真的要落成的话呢，其实也得看川普在位置上面到底能够有多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